至于他们，自有虫儿去解决。秦老弟，我的法力只够支撑1炷香。二皇子觉得他会给你面子，可知也有落在我手上的这天。一个神桥境的对一个武药境的动手，好不要脸！不怕我是来杀你的？众人正乘船航行，可没想到，这船却误闯进了一片激烈的战场。这战场可不简单，是朝廷大军正在和反叛的三奇堡虫军对峙。说起这三奇堡啊，那可是有3奇，一虫2药3美女，其中虫更是排在首位。三奇堡的虫军极为厉害，被朝廷收编后，如今却反叛了，船上顿时大乱。船家虽然是个神通者，可忙着操控楼船航向，根本顾不上其他人。无数金光灿烂的虫子如潮水般向众人涌来。咱们的主角秦牧那可是毫不慌乱，心分两用。只见他少宝剑一挥，刺向一个军士，同时自身元气爆发，手中涌出无数细如毫发的元气丝。这些元气丝组成了一轮火红的落日，正是于渊国学的落日剑法。这落日飞速旋转，无数剑光从中迸发，瞬间就刺落了一地的虫尸。与此同时，他的少宝剑又闪电般从另一位军士胸口穿过，将其刺杀掉。这时候，船老大范云霄也出手了，他取出一个火葫芦，葫芦里飞出一片火云，化作一只9手火凤凰。这火凤凰张开9口，喷出熊熊烈火，把不少虫子都烧死了，连靠近的几位三奇堡军士都被烧成了焦炭。这范云霄的修为可不低，秦牧猜测他恐怕是7星境界的强者。可这虫巢实在太凶猛了，一位将军装束的女子站在虫巢中，伸手一指，虫巢便再次汹涌扑向楼船。范云霄嘿嘿一笑，把9手火凤凰收回火葫芦，这葫芦瞬间变大，产生恐怖吸力，将扑来的虫巢纷纷吸入。然后他双手捏印，把虫巢炼化成灰。三奇堡的女将军认出范云霄是到门前企图被朝廷通缉的活匪。范云霄倒也坦诚，说自己太平盛世做匪盗，乱世就做船老大，还请求女将军行个方便。女将军权衡一番，觉得此时火并范云霄自己吃力不讨好，而且范云霄本事也高，于是重云一卷，身形退去。本以为危机解除了，可没想到船又出问题了。船舱下有人来报，说三奇堡的女人往丹炉里塞了虫子，把丹炉啃坏了，接着丹炉就炸了。楼船没了丹炉提供的药力，速度开始放缓，随时可能从天上掉下去。关键时刻，秦牧站了出来，说自己懂得炼器和丹药之道，要去看看。这丹炉可不一般，是延康国造船厂打造的制式丹炉，构造极为复杂，不仅能炼丹，还能把灵石和药材的药力转化为能量，让楼船飞起来。秦牧查看后，心中有了底，说1炷香时间能炼出一口新的。他一手施展朱雀元气，把丹炉碎片炼化熔铸为铁水，另一手用玄武元气冷却，飞速锻造丹炉构件。可这过程中，楼船还是开始下降。范云霄赶紧冲出去，推动火葫芦化作9手凤凰，托起楼船。他虽然法力雄浑，但扛着楼船飞行也十分吃力。就在他快坚持不住的时候，秦牧新炼的丹炉发挥作用了，楼船速度不仅恢复，还比以前快了3-5倍。范云霄又惊又喜，可这速度太快，楼船有些承受不住空气压力，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们一路又经过几个战场，因为楼船速度太快，交战双方都没看清是什么东西，楼船就飞过去了。终于，第2天清晨，楼船抵达京城，在车马市，官员见到范云霄本要拿人，范云霄连忙出示备案文录，声称自己从良了。秦牧正要离开时，范云霄想拉他一起去做大买卖，被秦牧拒绝。范云霄倒是大方，把自己从道门偷来的一卷太玄算经送给了秦牧。这太玄算经在道门是用来给弟子开智慧的，学好了才能去学道剑14篇。范云霄当年都学到道剑第5篇了。秦牧告别范云霄后，回到太学院，在山门前，他发现守在那的龙麒麟，脖子上的链子没了，但他却没走。原来龙麒麟的老爷辞官走了，把他丢下不管，他又没地方去，只能留在这。而且新来的人都以为他是石头，没人管他吃喝，他都饿了1个多月了。秦牧和龙麒麟交流一番后，
决定收留他。可龙麒麟食量惊人，每天要喝玉龙湖的水，吃1斗赤火灵丹药。秦牧虽然觉得压力大，但想到龙涎能卖钱，还是决定试试。他带着龙麒麟去库府买药材，途中就把药材药力解析出来，炼了1炉赤火灵丹药给龙麒麟吃。龙麒麟吃饱后精神抖擞，表示愿意为秦牧出力。之后他们来到皇子院，这里正热闹着呢。七公主林玉秀自封五药神藏，正在和芈月世子交手，没几招，芈月世子就被林玉秀强大的爆发力击飞出去。林玉秀经过楼兰黄金宫之行，实力进步飞速，把九龙帝王功修炼得更加精深。秦牧见到林玉秀后，林玉秀埋怨他这些日子不见踪影，还说霸山祭酒和自己都很担心他。他还告诉秦牧，新来的大祭酒是被他和小秦将军从大虚永江龙宫救出来的冰封人顾里暖。随后林玉书出现，他把秦牧和林玉秀请到自己住所。林玉书感谢秦牧对林玉秀的照顾，又提到顾里暖曾向国子监打听秦牧，建议他把少保剑还给顾里暖，免得被穿小鞋。秦牧却坚持大虚的规矩，骗来的东西不还，还分析顾里暖不会给林玉书面子，甚至可能也会给他穿小鞋。林玉书觉得秦牧说到了自己心坎里，拿定主意不再过问此事，但提醒秦牧小心。接着林玉书说自己打算离开太学院去边疆带兵，担心林玉秀在太学院会受委屈，让他如果待不下去就去边关找自己。林玉秀表示还想随霸山祭酒修行。之后秦牧回到世子居，云缺赚了赎金，赎回自己的衣裳。狐狸儿趁机让其他欠钱的世子赎回欠条。狐狸儿发现太学博士是6品官，没人敢向秦牧下手，不禁发愁说财源断了，养不起龙麒麟了。龙麒麟一听，赶紧缩了缩脑袋，可怜巴巴地说每天1升赤火灵丹药也行，只要给口吃的。秦牧安慰大家放心，说自己能养得起他，还让龙麒麟吐点口水，打算拿去看看能不能换钱。狐狸儿取来玉瓶，接了1瓶龙涎，秦牧小心收好，吩咐他们在家等着，自己则前往太医殿。到了太医殿，几位老太医正研究丹方，见秦牧来了，十分欢喜，询问他这次又要炼制什么灵丹，还提醒若是麻药毒药要提前告知。秦牧行礼后表示此次是来试药的，随后取出小玉瓶。几位太医看到瓶子脸色大变，于太医颤巍巍问是不是又是麻药。秦牧赶忙解释这是疗伤圣药。尤太医直接取出小刀，在丁太医胳膊上划了一刀。丁太医正要发火，秦牧立刻用龙涎涂抹伤口，伤口眨眼间愈合，毫无疤痕。太医们又惊又喜，忙问能否用于断肢再植。秦牧称可以，还举例有人腰身被斩断，用此药辅助也能恢复如初。丁太医怕尤太医再乱来，连忙喝止。尤太医无奈，去把凌云道人的仙鹤带来做试验。凌云道人闯进来，正想发火，看到秦牧为仙鹤重连断骨，便没出声。仙鹤伤腿接好后，像小女孩般向秦牧行礼致谢。秦牧写了个药方给凌云道人，助其通经活络。凌云道人又惊又喜，连声道谢，还说此前的记恨都没了。秦牧询问这伤药价值，于太医表示对将士而言珍贵无比，少说上万大分币。秦牧惊叹这赚钱快，还提出每月能炼1瓶卖给太医店。太医们大喜，连称好。秦牧心满意足，告辞离开。太医们凑在一起，兴奋不已，觉得要发大财了。秦牧走出太医殿，返回世子居，突然背后传来一个声音：“小秃驴，你的细气罗禅杖呢？”秦牧停下脚步，转身看到紫衣老者顾里暖，连忙面带微笑，欠身行礼道：“学生见过顾大祭酒。”顾里暖微微一笑，慢慢走到秦牧身前，悠悠说道：“你骗走我的少保剑，当时可知你也有今日，也有落在我手上的这一天？”秦牧摇头表示不明白顾里暖何出此言。顾里暖傲然一笑，伸出手索要少保剑。秦牧再次摇头，坚定地说自己骗来的东西从来不会归还。顾里暖顿时目露凶光，周身魔气动荡，身后化作一尊百丈魔神，杀气腾腾。这尊魔神让周遭的空气凝固，空间似乎都扭曲起来，恶狠狠地盯着秦牧。然而秦牧丝毫不惧，冷静地说自己现在是6品官，还是皇帝钦点的太学博士，太后的病也是自己治好的。顾里暖要是敢动他，皇帝会杀他全家。就在气氛紧张到极点时，顾里暖背后传来一个声音：“你动我师弟，无需皇帝杀你全家，我杀你全家。”顾里暖身体瞬间僵硬，仿佛有一把无坚不摧的刀架在脖子上。他呵呵笑道：“霸山祭酒，你想为这小秃驴出头？
霸山祭酒敞着怀站在他身后，背后2口刀在刀鞘中叮铃铃响个不停，面无表情地说：“老顾，你200年没有出现，你的道法神通过气了，要不要我指点点你？”顾里暖突然哈哈大笑，身躯化作一股魔气消失，声音远远传来：“指点点我，换作天刀来还差不多。”秦牧转身，只见一道刀气破空而去，向那股魔气追去。秦牧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霸山祭酒一向喜欢打架，这次肯定是见猎心喜，要与顾里暖斗一斗了，可惜自己追不上。”说完，他便返回世子居。刚一进门，就听到狐狸儿说家里来了客人。秦牧进去后，看到背负双手等在院子中的中年男子，不禁微微一怔，此人正是严康国师。严康国师转过身，目光落在秦牧身上，笑着说：“天圣教的圣教主，没想到是我太学院的第1个太学博士，真是一件趣事。”